大家好，歡迎來到今天的節目。今天我們要聊一個很常見，但也很有意思的話題，那就是因果法則。很多人會說，種什麼因，得什麼果。也有人說，你怎麼對別人，生活就怎麼對你。今天我想用很簡單的中文和你聊一聊這個想法，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例子，讓這個話題變得輕鬆好懂。其實，因果法則聽起來很大很深，但在生活中，它真的很簡單。你做的事情會慢慢帶來結果，這個結果不一定馬上出現，但它常常會在你不注意的時候來到你身邊。比如，你每天對別人很友好，常常微笑，願意幫助別人。時間久了，你會發現，別人也更願意幫助你，你的生活會變得更輕鬆一些。這就是一種很簡單的因果。我記得以前有一段時間，我心情不太好，常常對人沒有耐心，說話也不太溫柔。那時候我覺得世界對我不太友好，很多事情都不順。後來我慢慢發現，其實是我先對世界不太好，我對別人冷，別人也會冷。我不開心，氣氛就會變得不開心。後來我試着改變一點點，只是多說一句謝謝，多一點耐心。慢慢的，我發現生活也變了。這讓我第一次真的感覺到因果法則不是一句空話。很多人會問，因果法則是不是一定公平？是不是你做了好事就一定會有好結果？說實話，生活不是數學題，不是今天做了好事，明天就一定有好事發生。有時候，好結果來得很慢，有時候它用另一種方式出現，但這並不代表它不存在。就像你每天喝水，今天喝水不一定馬上覺得身體變了，但長期喝水，你的身體會更健康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因果法則常常出現在很小的事情裡，比如你認真學習，每天學一點點，可能一開始你看不到很大的進步，但過一段時間，你會發現自己真的懂得更多了。相反，如果你總是說明天再學，時間久了，你可能会覺得越來越難，越来越不想開始。這也是因果。再比如，在工作中，如果你常常遲到，不認真做事，可能一開始沒有人說你，但慢慢的，別人會不太信任你，重要的事情也不會交給你。如果你認真、守時、願意負責，時間久了，別人會更放心，也更願意給你機會。這些都不是運氣，而是你每天小小選擇帶來的結果。有的人會說，我認識一些人，他們做了不太好的事情，但看起來過得也不錯。這時候，我們很容易覺得因果法則不是真的，但其實我們看到的只是表面。生活很長，一個人的內心、關係、健康、長期的狀態，都是結果的一部分。你現在看到的不錯，不一定是真正的好，而且因果不一定是懲罰，有時候只是讓你慢慢明白，什麼樣的生活更適合你。我很喜歡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來理解因果。比如，你每天晚上睡得很晚，第二天早上你就会很累。這個結果非常清楚，也非常快，你不用別人告訴你，你自己就能感覺到。因果法則在這裡非常直接，但有些因果比較慢。比如，你每天对身體不太好，吃得不健康，
可能1年、2年都沒什麼感覺，但時間久了，身體會告訴你答案。在人和人的關係裡，因果法則也非常明顯。如果你常常聽別人說話，尊重別人，關係通常會比較好。如果你總是只說自己，不聽別人，關係慢慢就會變遠。這不是別人故意的，而是關係自然發展的結果。有一次，一個朋友跟我說，他覺得生活對他不公平，他覺得自己很努力，但結果不理想。我沒有馬上反對他，因為這種感覺我也有過。後來我們一起慢慢聊，發現他真的很努力，但他總是很急，很想馬上看到結果。因果法則有時候需要時間，不是你努力了一點點，世界就馬上給你一個大回報。就像種樹一樣，你今天種下去，明天不可能就有果子。你要給它水，給它時間。我覺得理解因果法則，並不是為了讓我們害怕，而是讓我們更溫柔地對待生活。因為當你知道每一個行為都會留下痕跡，你就會更願意做對自己、對別人都好的選擇。比如，當你生氣的時候，你可以選擇大聲說不好聽的話，也可以選擇安靜一下。2種選擇都會帶來不同的結果。在學習語言的時候，因果法則也很明顯。如果你每天聽一點中文，說一點中文，哪怕只有10分鐘，慢慢的，你會發現自己聽得懂更多，說得更自然。如果你一直等到有時間再學，可能這個時間一直不會來。你今天的小選擇，就是未來能力的原因。當然，因果法則並不是要我們變得完美，沒有人可以每天都做對的事情。我們都會犯錯，都會說錯話，都會做讓自己後悔的事。重要的不是不犯錯，而是當你發現結果不太好的時候，願不願意換一種做法。你可以對自己說，好，這次我學到了，下次我試試別的方法。我也想說，善良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因，即使它沒有馬上帶來你想要的結果，它也會讓你的心更安靜，你會更容易睡覺，更容易感到安心。你會知道，至少我對得起自己。這種內心的感覺本身就是一種果。有時候，我們會把不好的事情都怪到別人身上，怪環境，怪運氣。當然，環境和運氣也很重要，但我們每天的選擇同樣重要。當你慢慢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，問一句，我現在能做什麼小小的改變？你就已經在種下新的因了。我認識一個人，他以前常常抱怨工作，覺得同事不好，老闆不好。後來他決定先改變自己，他開始更認真工作，對同事更友好，不再每天抱怨。幾個月後，他的工作環境真的變了，同事關係也好了很多。他後來跟我說，他第一次感覺到，原來生活真的會回應你的態度。因果法則也教我們耐心。現在的世界很快，我們習慣馬上看到結果，但生活不是手機，不能一點就有答案。有些因果需要時間，有些需要你走過一段路才能看懂。當你願意慢一點，你就會更少焦慮。我很喜歡一句很簡單的話，你給世界什麼，世界就慢慢還你什麼。這不是魔法，也不是迷信，而是一種生活經驗。當你真誠，關係會更真；當你努力，能力會增加；當你照顧自己，生活會更穩定。如果你用簡單的中文來說因果法則，你可以這樣說：我相信因果，
你做什麼就會得到什麼，慢慢來，會有結果。現在做的事，以後會有影響。這些句子都很簡單，但意思很清楚。最後，我想和你說，因果法則不是用來責怪自己的，不是說，如果你現在不開心，一定是你做錯了什麼。生活有很多複雜的原因，有時候事情發生不是你的錯。因果法則更多是給我們力量，讓我們知道，我們不是完全沒有選擇。哪怕現在很難，你還是可以從一個很小的地方開始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讓你對因果法則有一個輕鬆、溫柔的理解，也希望你在生活中對自己多一點耐心，對別人多一點善意。你今天種下的小小的好因，也許有一天會以你想不到的方式回來找你。好啦，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，謝謝你的收聽。希望你每天都能做讓自己安心的選擇。我們下次再見。